我不花钱去非洲玩一下，看野生动物大迁徙。你一点良心没有？真吓人！这边要是没有这几栋房子，就它可以收门票了。来，穿一次20块过去，20块。过分了啊！往前走起来，上来呀！大家好，我是11，这是我们在昆明的第2天。今天要去的是云南野生动物园。出发之前，先到附近的孔庙逛了一下，位置在昆明老街对面。这座孔庙并不起眼，始建于元代，它是云南历史上第一座文庙，也标志着中原儒家文化正式在西南扎根。由当时的平章政事赛典赤、单思丁主持修建。这个人最伟大的地方在于，作为一名穆斯林，却在昆明亲手建起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座文庙。他的人生轨迹是一张跨越万里的宏大版图。赛典赤单思丁原名穆罕默德，1211年出生于中亚名城布哈拉。他出身显赫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31世孙。1221年，蒙古军攻陷布哈拉，少年单思丁随父率千骑迎降，从此追随成吉思汗西征，以质子身份迁往中原。步入青年与壮年，单思丁的足迹开始在中国北方深耕，先后治理丰州及山西、山东境内多地。这是他接触中原农耕文化、学习汉法治理的起步阶段。中年时期，他进入元朝权力核心，负责大都的行政规划与物资调度，参与了元朝建国初期的制度建设。随后，命运将他推向了动荡的西部，在陕西，他安定民生，在西安留下了最早的文化融合印记；在四川，他穿行于剑门关的崇山峻岭，在蒙宋交战的最前线筹措粮草，统筹军需。1274年，元朝建立后的第3年，年过60旬的单思丁受忽必烈任命，以首任云南行省长官的身份，徒步跨越崇山峻岭，进入昆明。在元朝之前，唐有南诏，宋有大理，云南的土地一直是独立的存在。宋朝时期，大理国与中原基本以大渡河为界，虽有贸易，却无行政统辖。宋太祖曾留下“此外非吾有也”的感叹。直到1253年，忽必烈攻灭大理国，云南才迎来历史性的转折。但最初的20年，这里仅是局势动荡的军事占领区，尚未建立有效的民政系统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单思丁在1274年的入滇如此重要。作为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他将云南从一个被征服的军事区正式转变为与内地无异的行政行省。他没有继续武力清剿，而是通过建文庙、修水利、改赋税，让当地部族从制度与心理上认同了中央统治。他在五华山下兴修松华坝，教民耕种，创办学校。在这里，儒家的书生、伊斯兰教的静谧与云南本土的多彩文化，第一次在治理下达成了微妙的平衡。1279年，他在昆明逝世。这一生，他从阿姆河畔的绿洲走向漠北草原，再到华北平原，从黄土高原走向巴山蜀水，直至最终的滇池之滨。他用一双脚将中亚、中原与边疆的文明血脉正式缝合在一起。这万里足迹见证了一个人人生的精彩与不易。死亡能带走一个人的肉身，却带不走他留下的刻度。他们不是冰冷的古迹，而是那个从中亚走来的老人留给这片土地最温热的呼吸。这个地方估计晚上我们是过不来的，所以现在就过来逛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就打车去云南野生动物园了。这边位置好像是在一个山上，这边是入口，然后这边是票务中心。我们在网上买的票就可以直接刷2维码入园。有一个老虎涂鸦的台阶，台阶上来就是熊，它可以动物互动，它还会要，扔好准。这是马来熊，它们都会咬吃的，还揣个小手手。这几个熊养的都挺好的，不要自带食物投喂哦。这里还有可以骑马，小矮马。这个马后腿颠起来站着是统一的，我们都会这么站。现在是人看猴，猴看人，到底谁看谁？
金丝猴的背毛这么长哦，我以为都是短毛了。互动也是30元一个人，我就不互动了。哎，这可以摸。你快看看，那有个龅牙羊驼。他们是有草吃的，不是只靠游客喂食。喜欢鹦鹉的开心死了，在这里，因为鹦鹉也是国家保护动物，很多是个人不能养的，你就可以来这里摸摸它。这里还有一点挺好的，就是互动区你也可以，它的栏杆也并不高，可以拍它。哎呀，好酷啊！这只鸟飞了，它不想让你拍。看看你，行不行？你转过来，好不好？你也转过来了啊？你听得懂啊？前面就是观光车的起点站了，你要先看完这些动物，然后可以去坐观光车。这个安排还挺好的，它还挺活跃的。谢谢你的表演。我们也是动物园，不怕它跳出来吗？好可爱啊！太可爱了，小伙子。这里一点异味都没有，动物都挺干净的。不能洗吧？你洗一个动物啊，擦是可能的。我洗一条狗都累个半死。去坐摆渡车。我们看看这个导游图，有个全景图，说里边坐车都要有16公里。那边有个大熊猫馆和狮虎山庄呢，那边最远。先到非洲部落。好。还犀牛什么的。我们2个。对团票，请推杆通行2人。好，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拉好扶好，车辆起步了。下一个景点到非洲部落长颈鹿庄园。6公里到大熊猫馆。对，长颈鹿拦路了。这边是城镇游览区，大雅阁斑马、长颈鹿。长颈鹿、大眼鹿都人。非洲部落下车点到了，大家带好随身瓶，在这里下车了。前行800米后到达天鹅湖，咱们再继续坐车。我们是灰色的陆地坦克。哎呦天，好臭！这味儿真大呀！你看，灰色的牛拉黑色的屎，这个是秃鹳。套图不是因为压力大，还真的有着地中海的发型。长颈鹿也可以互动，可以喂它。上面。长颈鹿庄园，这个有点贵，还要40。吃这个草啊？怎么有胡萝卜呢？哎，它跑了！哇，好大！哦呦天，我的头好大呀！你好。哎呦天，这舌头是紫色的。哎呦天！好，你慢点，不着急。正面来一只了，看。哎呦，还有一只。好。各位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好。哎，这个可爱，你可以摸吗？摸一下行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冒犯了。你一点良心没有。被动物的头撞到，对您造成伤害。为了动物健康，这个能吃吗？不喂任何替代食物。好。感谢您对我们吃完就走。支持。我的40块，大概2分钟。2分钟，我觉得是30秒。30秒，喂了30秒吧，喂完了还在里面拍了拍照片，就完事儿了。长颈鹿要贵一点，外边喂熊什么都30，这边要40，这是一盆40，你进去2个人也没有问题。
不是说你2个人进去就要买2盆儿。我们去下一个乘车点，下一个是天鹅湖，看这环境真好呀。云南野生动物园有2个要注意的地方，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上午1点之前就去，再晚去就逛不完了。2就是游客一定要买摆渡车票，中间走路都是树林，也没啥好看的景色。咱是来看动物的，不是来拉练的。其他的也没啥了，路线都是固定的。上下摆渡车的时候，司机都会告诉这里是哪里，按照路线走，走完就是摆渡车站，继续等车走去下一个地点。我嘴巴下面为什么还有抽毛的？表演给你看。动物展示区域的路很平整宽阔，也很清晰明了，没有啥弯弯绕绕的。游览的时候不用自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，关注点一直都会在动物身上，非常省心。关于跟动物互动的方面，小浣熊和羊驼的互动区域小朋友比较多，比较火热。还有一个是和乌龟和鸟互动的地方，我觉得比较新奇。还有喂长颈鹿比较适合成年人。卡皮巴拉的互动区域我看都是小朋友，推荐成年人也去互动下，感受一下他们的性格。这个卡皮巴拉的互动是40块钱，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我摸过它了，哈哈哈。他不喜欢，他走了。你近一点，这儿还有一个。他趴下了。你可以买点饲料给喂它，还可以。好呀。选自己喜欢的动物互动一下就好了，花不了太多钱。互动价格高一点，反倒对动物是好的。设置门槛可以阻拦一批人，让小动物们每天接客的数量少一点，不会被过度喂食和接触。这里动物们的精神看起来都不错，毛发很好，环境也很干净。互动的时候给动物喂食引导，不是强制性的抱来抱去。动物的生活环境真挺好的，让你逛起来觉得不会那么揪心。不可惜，小熊猫都在睡觉，对，还是得早点。对，我们12点来的，就已经闭门不出了。动物都是早起，跟我们这种懒鬼不一样。这是个人造的景区啊，但是我们看图觉得还挺感兴趣，就来了。这些房子好煞风景啊。就是瀑布公园，这么大水流，反正就这一块吧，这公园就这么大，很小。看那瀑布里头还有人嘞。对，没有去过黄果树瀑布，先来这个人工的看一下。这边要是没有这几栋房子，就它可以收门票了。人家这房子，他可能最后卖的是这房子，好吧？想破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也有道理。这边就是小瀑布啦，这边没有房子了，这边视野不错。就是整个里边都可以走，但是太长了，打伞可以。瀑布的对面是这样，瀑布对面的房子天天都能看到瀑布。这个入口进，水要小一点，到最后这边的时候冲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从这边进水就特别大。瀑布公园距离云南野生动物园8公里多，也是打车。这里人很少，可以坐在这里喝喝饮料，放松放松。牛奶3姐妹，这个是咖啡的冰块，这个是抹茶的冰块，那个是红糖的冰块，然后把3杯奶加进去。你对牛奶挺上头的，你会喜欢的。啊，真的吗？确实还可以啊，不错。这个是蒙柚烤鸡，两边是虾片，中间是烤鸡，黑乎乎的。吃一下它的烤鸡。挺辣的。很辣吗？那是牛奶解辣。我这个绝了，这个搭配点的。辣很香，很好吃。香辣，还是挺好吃的。这个很香。牛奶很。
牛奶也很好喝。这个你们是团了捐了吗？还是没有的？什么？没有什么？这个是你们是团了捐吗？这个？没团。你们可以自己团一个券，有个券的，现在19块钱。哦，好呀，我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团一个哈。这个是49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这个菌子是叶子包着烤的，很香。杂菌，它应该没放名贵的菌子。瑞丽泡鲁达，我这次不去瑞丽了，先吃一个特产。然后它里边有点杏仁，有奶，还有一些面包片。这个红豆黑皮，看这里边有好多其他的料，再尝尝是啥？我只认识红豆这里。像粥一样。是。结果就是棒子面粥。恩西玛。恩西玛。这是咸的，然后里面还是有什么黑皮肉的东西，好像是猪皮。猪皮对。炸过了，但是不是很辣。汤里面应该也放了，然后黑色的是雪菜干。幸好没多点，那个竹筒饭还一大桶。竹筒饭得有1茶半的长度，这么长，还烫手。这牛奶点的简直太棒了。拿过牛奶喝辣死。关键这个牛奶喝起来也是饮料的味道，它不是也不腻也不那啥。这奶味很好。这个菌子也是辣的。但不太好，这个鸡比较辣。这两个辣椒这种真香，我这烤鸡巨香。真的特别香，就是辣到你还想再吃的辣。应该用了各种香料，非常香。3步之内必有解药。我没有吃过竹筒饭，你信吗？猜到你没吃过。对，外边这层皮可以吃。啊，竹衣。哇，好香。这个粥可能会浪费吧，其他浪费不了。我们来了民族村，它的夜场时间是下午17点30到22点10分，现在已经19点多，19点半了。我去买个票去。它这里边有好多舞蹈啊、表演啊之类的东西，买了个演出票。所以我们已经迟到3分钟了，40开演，现在已经43了。这个演出票呢，有79的普通座位，还有99的 VIP 座位，而我买的 VIP 座位就贵20块钱。他那边放的应该是云南本地的民歌，其实也听不太懂。云南民族村，德昂族，这是不同民族的图腾。阿尼族、藏族。哇，还这么远呢？是。走进来要好久，等我们到了，人家就演完了。是这个？就这里是吧？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出嫁。这些表演的项目都很有本地的特色。这都是不同的民族的服装，好可爱呀！我喜欢这段布朗族，它上面都告诉你是什么族。这个是水族。山还是山，云还是云，留下吧，一起感受一种叫云南的生活。我们来晚了15分钟，然后他表演的就是好多个民族的歌舞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傣族村，他说今天晚上开了6个村寨，去逛一下。
云南民族村的夜场，我个人觉得内容还是稍微有点单薄，晚上灯暗，环境看不清楚。夜场就是来看表演的，适合凑个热闹。晚上不知道干啥去，来这里消磨下时间。不要抱着我想从这里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心态，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表演场地或者游乐场就好了。咱俩是的啊，对，99一个人啊，这就是你要是不看那个大表演，50块钱能看这好几个小表演的，还行。就是每个表演结束之后，他会告诉你去哪个寨子里去等着，会有下一个表演。我感觉大概就差不多10块钱吧，一个小表演。这里的车厘子啊，10块钱1斤，我看这个大小怎么也有2斤以上。过分了啊！1块1公斤太过分了。但我相信啊，有的卖相看着好，不一定好吃。没错，不甜。桂花、核桃、紫薯。直接挑我们。论晚还是重庆最晚，现在是11点多一点点，就都收摊了。还是来晚了。来晚了，有点太晚了，早一点更好。这街不错呢，是很值得逛的那个商业街。东西感觉价格不贵，是可以选择的东西也挺多的。对。这次来昆明老街也是匆匆一逛，到达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游客不多，但是摊位都还在。本来想吃碗米线，都卖没了。比起有些其他地方景区的步行街来说，这里性价比很高了，卖的东西也多种多样，推荐来逛一逛。纪念品啥的可以在这里买，比景区里便宜。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。